天呢，我们是对 P600的一个航点功能做一个测试。那么航点功能呢，也是我们可能在做 ROS 开发呀，包括白能计算机这一块的一个上层功能应用开发的时候所接触的比较少的。因为航点飞行呢，它是一个飞控当中支持的一个功能。那么它对应的一个飞行模式呢是 Mission 模式，就在 P84当中我们所用的一个是飞行模式 Mission。然后在这个 Mission 模式当中呢，我们会预先在地面站上，或者说通过其他一个方式，但主要是通过在地面站上去给无人机规划出一个航点。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会给无人机在这块区域当中去规划多个点，那么无人机会在依次到达每个点并执行一个相应的操作，比如做一个悬停啊或者之类的，然后也可以继续前往下一个点这种之类的一个方式，然后通过整个去完成整个一个航点一个飞行。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去做一些监测啊，或者说什么时候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今天我们也会对这个功能去做一个测试，同时我们也会有多架无人机去一起去飞一些不同的航点，一起去飞这样一个过程。话不多说，那我们今天就直接开测，因为今天天气还比较好。那对于初入学习这方面的同学，你有什么建议吗？初学者的话，如果对 P84和无人机不太了解的话，我建议大家先对无人机整个的一个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就是对无人机的一个硬件组成啊，包括一些常用的一些开源的飞控操作系统都可以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 P84啊、APM 这个都可以去了解。其中 P84的话，对初学来说可以去网上下一些仿真的一些软件，然后下载好他们的一些 QGC 的一个地面站，去做一个仿真上的一个演示。那么这个只需要有一台电脑，然后预装好 P84相关的一些仿真环境和地面站这些就可以去操作了。那么首要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认识一下无人机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飞行模式，比如说像一些自稳啊、定高啊、定点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 Mission 模式，还有一些 Return 啊、Land 啊这些降落模式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对这些基础模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清晰的认知和了解，然后以及它背后的一些工作原理，包括它需要哪些数据的一个支持，都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对你后面对整个系统啊，包括其他一些飞行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刚才我们无人机的一个飞行效果还是非常可以的，然后我们也用多架无人机一起去做这样一个飞行测试，然后效果上来说应该还是不错，相对还是不错的。那么在后期的话，我们也可能会基于此来做一些相关无人机的一些集群在这一块的一个开发工作。那么今天我们的测试就到这里结束，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才一键3连。再讲两句。